丫头，过来！都不知道他们是干什么的，怎么就把他们给带下来了？你也不想想，开铁皮车的都是什么人？要真能攀上关系，对我们只有好处。我看他们几个也不是坏人，稍微客气点。那你睡在这儿吧。小兄弟，刚才好生硬啊！嘿，我说钱先生，你说这话什么意思？不姓钱，你呀，别听那丫头乱叫。几百年前，我们这样的人在关外地位高着呢，都尊称我们为方术之士。都是些装神弄鬼的骗人把戏，别说出来让你听笑话。你要真有驱妖镇魔的本事，怕什么炎种沙土人？我是不行，可是我的那些同行，关外的方士曾经干过一件大事，叫绝妖鬼于玉门。你们没有听说过啊？绝妖鬼于玉门，听倒是听过，但具体怎么回事不清楚啊。得，又要开始讲故事，停不下来了。反正我看书上说，大将军啊，想干一些前人从来未干成的大事，计划将这个害人的魑魅魍魉、妖魔鬼怪、巫蛊邪术等等，统统都给绝了。怎么个绝法？就是把这个妖鬼啊，都集中起来，教育方士，用方式啊，把他们赶入玉门关内，再把入口封起来。这样啊，关内关外就如同2个世界，再也无关无涉。反正啊，这押送妖鬼的方式还有羽灵卫，就进来了呗。等进到关内以后，才发现啊，这些关外的妖鬼就是从关内跑出去的。我们一般管这些不叫妖鬼，叫做关内异兽。押送进关后，能控制异兽的方式和羽灵卫，占据黑石城，成为关内统治者，并花费多年掌握了进出关的方法。关外就没关的妖鬼异兽那些东西。我在市集上看过小电影，那关外人晚上都敢出门，用电灯把城市照得好亮，跟白天一样。出关一步血流干，这3岁娃娃都会唱的歌，咱不要惦记关外了。反正啊，从来就没有人出得去过。说吧，啊。你听见了吗？他说从来没有人出过关，可你为什么能出去啊？你到底有什么身份？
这么多人不够啊。干嘛？在手里。怎么了？不一样了。啊？你把车钥匙给我，干什么呀？我去车里拿点吃的。刚看见阿和捧了把米上去，估计是要做早饭。我们在这住，也不能占别人便宜吧？没事，我去吧。明了。你别磨叽了，你赶紧去拿东西，还要做饭呢。最多，我帮你一块叠了。就这一次。早啊！今天怕是要起沙尘暴啊！起沙尘暴不正常吗？东哥，西姐，快来！今天怕是跟往日不同啊！这沙土人干的吧？应该是。这上面都是手印，机器盖上也是。咬成这样也算是嘴下留情了。车上有只备胎，那就还有3只能用。车身都没什么问题，就是轮胎比较麻烦呀，得想办法把胎补好。可伤成这样，缝线、补胎胶可能都不管用啊。这沙土人挺会啃啊，轮子毁了我们怎么走得了？小柳，去找一些破棉被，还有衣服什么的，总之什么办法都试试。好嘞。东哥，能补好吗？咱们来不来得及走啊？走去哪儿啊？归根结底，这沙土人不还是咱们招来的吗？哎，队长啊，你先把行李也都卸下来，一会儿找一个隐蔽的地方，我把轮胎都拆下来，先藏起来。沙土人再来，他只能啃铁皮，至少车还能动。好。翡翠没有拿进去。
哎，饭好了，让他们吃饭，小点动静啊。吃饭了。这是巧克力，好东西。我说吧，这些东西集上都见不到。去把薯条叫下来。哪来的枪啊？估计7月份。给他们吧，看细节怎么说。好。找找看，有没有什么木板、床板、门板？西姐，东哥，能用的都找一遍。我们在包里面发现了这个。早不拿出来！我们俩也是刚刚才发现的。怎么关内也起沙尘暴啊？那是跟公安不一样啊！哎，阿和他们呢？哎，东哥，欣姐，这些地窖他们给锁上了。阿和，阿和，阿和！小心！请你别躲起来！刘鑫、高山，你们俩盯中场，相互掩护。
我会保证你背后没有风险，你也得保证我的。不行的时候，会提前告诉你。队长，看到沙土人倒下，你负责别让他再站起来。好，小刘，哎，能放冷枪吗？能。刘鑫，把枪给他。欣姐，行礼。你别过来！呀！咦，这耳朵里爬出一只蚂蚁。是罗心怡。长东，还有漏掉的吗？长东背后。狗阳，狗阳，再看一下，那是狗阳。狗阳，
忍不下隐藏的无畏。孔央，你这个项链是东哥送你的吧？对，好看吗？好漂亮，超漂亮。用真相化作那情的壁垒。当封存的记忆随那风沙而沉睡。选择继续为真如坚定无违抗，诡谲的世界与平行现实相悖，让彼岸为那乱散场相偎。今天如果求婚成功，18年以后就会有个小孩，在这个时候马上就要参加高考。有病啊！现在就说18年后。只要踏入玄关，哪怕千古雪纷飞，只为万世无愧。一会儿去见你的朋友，穿这个好看吗？好看，好看，你穿什么都好看。这次走西出玉门县，跟我一块儿去，好吗？好。你个小傻子，本来以为你不会跟我一块儿去了。为什么这么想？你不是不喜欢沙漠吗？对，我不喜欢沙漠，但我喜欢你啊！我知道你一定会保护我的。让彼岸为蓝梦散场相偎，似是而非，真假错推，寻时间沉醉，众生皆为爱与所谓百转千回，只要踏入玄关，哪怕千古雪纷飞，只为万世无愧。似是而非，真假错对，是时间沉醉，众生皆为爱与所谓百转千回，只要踏入玄关，哪怕千古雪纷飞，只为万世无愧。2年前就觉得东哥挺惨的，现在觉得他惨上加惨。师姐，真不管我东哥了。让他自己待一会儿吧。石小姐，这是我在院子里找到的废料。好，点了它，把灶筒打开。识相的老老实实给我出来啊！咱们还可以聊一聊。你们别进来，不然我把东西给你们烧了。好啊，我替你烧，扔。这不会出人命吧？他们刚刚没想要我们的命吗？那万一真要把人烧了？放心，起贪念的人一般都怕死。出来！别吵，我出来了。好吃吗？说怎么想的？不说呀？
哎，师姐，别，跟他没关系，跟他没关系。那你说怎么想的？这石头不好啊！玉湾的叔伯都走了好几天了，估计已经是出事了。我们的东西又少，接下来怎么熬下去我都不知道。我看见你们的东西在集市上都是紧俏货，开的又是好车，更是抢手。你胃口还不小，就凭你们守得住吗？就你们那点能耐，还守个保？是福是祸都难说吧？你们几个脑袋瓜子还算计我们，想什么呢？不是说沙土人半夜才出窝吗？是没错的，沙土人是不喜欢白天，可是过大沙尘暴的时候，沙尘把天都遮了，沙土人有可能跟着沙尘一块儿走。我只是想赌一下。赌一下？那你就该知道输是什么结果。跟他俩没有关系，都是我的主意。我提前把他俩支到地窖里，我自己守在这入口上。听见有什么不对的时候，我拿挡板把入口堵住。他们也只能听我的。东西和地方都是我的了。是要赶我们走吗？我看起来是这么好脾气的人吗？我只是没有想好要怎么处理你。清理善后不用你做吧？沙土人太少了，不能留着，要不然会招来更多的。不能埋了吗？不行，必须烧了。沙土人被洛君逸上了身，没得救了，只能烧了才干净。如果埋回去，洛君逸春风吹又生，后患无穷啊！愣着干嘛？快去！这东西得烧了，不能留。别动了。悄然布下隐藏的部位，命运的迂回，让真相化作那情的疲累。当匆匆的记忆随那风沙而沉睡，当选择继续为征途坚定无畏感，诡谲的世界心消失相随，让彼岸为浪漫散场伤悲，似是而非真假错听是时间沉醉，众生皆为爱与所谓百转千回，是要踏入乾坤的大千不学不会，只为万事无痛。似是而非真假错听是时间沉醉，众生皆为爱与所谓百转千回，是要踏入乾坤的大千不学不会，只
日挣扎，昨天是时间沉醉，终生间为爱与所谓百转千回，只要踏入险关，哪怕前方雪纷飞，只为问心无愧。没人。哎呀，谢谢，给你药水喷喷伤口。不用了，不用了。哎呀，东哥呢？你上边找一间偏房待着。你们说东哥接下来会不会打算出关啊？东哥是行了，一进关就把自己事儿都给办了。你说咱们呢？啊，还想着来解谜团呢，没想到这么凶险。进关是为了找过去，我肯定要进的。至于你们，那得看人小柳的意见。哎呀，你不说把他给忘了。这柳姐的干爹这柳七花点钱注资咱们来，咱要空手回去了，不得骂死他呀？这柳七又不知道关内有多凶险，平安回去总比命折在这儿好吧？我干爹说了，这次进关就是为了磨练我，这么凶险的地方都闯出来了，才放心把事儿交给我做。大不了就折在这儿了，那也是命，反正我也不是他亲生的。小柳，七爷再三嘱咐过我要保证你的安全，他心里把你看得比什么都重要。怎么打退堂鼓了？我是觉得咱们还出不了关，车坏了要修，油量也不好使，原路返回又会遇见刘帅雅丹的杀族人。哎呀，你说这什么出关一步血流干？哎呀，哎，希姐，你说咱们这伙人出关会不会血流干呢？甭看了，那些东西都看了，全是70、80年代的东西，没有值钱的。但我看老钱他们的衣服，又像是90几年款式的。之前我们看那些皮影官，那皮影人穿的衣服各个年代的都有，但就没有最近20年的，是不是说明皮影鬼头队已经很久没有输送过物资了？不对，这里有本08年的，说明关内还在继续进攻。那就奇怪。告诉你，希姐，这还一本呢，你这本才好呢。希姐，你看这本书对于小柳来说太重要了，是她的宝啊。为什么？是她恋爱的启蒙书啊，陪伴她整个花季雨季。哎，别提他瞎说假的。我们初中时候确实挺流行这种青春疼痛文学，催泪虐心。简单来说就是男主有个去世的白月光前女友，然后女主为了让男主接受自己，就各种努力，各种虐心。哎，你说傻不傻呀？啊，跟谁争都不能跟死人争啊！这简直，我觉得他就是有受虐倾向。好了，睡觉。北堂啊，你去把畅通的皮影箱给他送上去。别说是我让你送的。这么晚了，你给他送太客气了。我让你去你就去，你顺便把那3个人的铺盖给他扔上去。哎，谢姐，你说这个沙土人会不会再来呀？如果再来，楼上那几个老弱病残的，他老弱病残怎么了？做了不要脸的事，活该得点报应。再说了，东哥能睡，他们就不能睡，矫情给谁看呢？要我说，他们3个在上面，不知道又要干点什么事。有东哥看着也挺好，我们睡个好觉，他们不敢乱来。哎呦！最多，我帮你一块叠了。
怎么样？送了？送了。你没抖露出我吧？哎呀，我怎么能说出你来？不过你还真猜对了，峰哥看着以后马上就开始刻了。哎，喂，这烧水能不能烧快点啊？喂什么喂？我不姓魏。还没好啊，飞腾。哎，快了，西姐。我不管你是打是骂，反正到了饭点得给我送上来。哎，西姐，东哥还窝里头嗑皮瘾呢。当他不存在好吧，饭照做，爱吃不吃。他要跟你们说话就说，不是谁都别跟他西姐，你总不让我们跟他说话也不行啊，再把他给憋坏了。我跟他熟，我劝劝他去吧。别动啊，啥也别干。西姐，你劝劝我东哥呗。再等一天。为什么呀？我得等他饿到没有力气，打得他乖乖的、老老实实的出来给我吃饭、睡觉、洗脸。你们3个，一会儿吃完饭轮流来找我，我有话问你们。你先来。坐。昨天跟沙土人打架，浑身酸疼，今天很累。我这人一累吧，就不喜欢说话，但我又特别喜欢听别人讲话。这样，我们玩一个游戏，你说，我听，我问一个问题。你就把知道的全部告诉我，不要让我多问，我多问1句就减1分。别慌，我问的肯定都是你知道的，但是同一个问题，从不同的人嘴里说出来，味道不一样。最怕的就是你说的跟别人的对不上。这沙土人是单这里有，还是哪里都有？单这里有。这沙土人的由来，还要从一个叫严仲的人说起。严仲啊，他生性贪吃，又嗜血，最爱舔舐流沙哑丹中分泌出的盐分。他每隔10几年，也可能是100多年，会苏醒一次。可是，他一旦苏醒了，那附近的村庄啊，就遭了殃了。走猪毛，换颜色了！哎呀，我的个爷呀！你穿这么点不冷吗？可不行，我的，来，喝一点水。
说一个卖货郎，三更半夜的，在这沙漠里叫卖，我疯了。我是给谁看的？这是陷阱，知道不？是你自己要找上门的，别怪我不地道。要发财了，要发财了！启动不遣散，走猪走猪马，收头发了，换颜色了，收猪。人种在异兽当中比较稀有，只在这一带出没。岩种大部分时间都是沉睡的，有时几十年，有时上百年。所以，虽然这里是闹过岩种，但还是有人住。万一幸运，一辈子都遇不到他幸。岩种是关内一种极其凶残的变脸怪兽，书上说它适应环境的能力极强，可以随意变换面部形态，见什么变什么，遇到人就变成像人一样的脸，必须小心识别，严加防范。一开始啊，他们装作来村里的外来人，这住下渐渐的呢，村里面的人越来越少，但又找不到尸体的痕迹。岩种活动一段时间以后啊，就会回到流沙雅丹去休眠。岩种沉睡时，沙种和附近的逝水沼泽就是他的手段，人根本靠不近。即使有人真有能耐闯进去，也会被沙种的落基蚁寄生，成为沙土。所以，流沙雅丹就更成禁地了。一般没能力的人不能靠近，沙种又不会移动，这些沙土人是怎么来的？反正就是倒霉吧。除非什么？除非有人投喂。没听说过。投喂岩种干什么呀？丧心病狂啊！哎，我们小人物哪知道这么多呀？你应该去集市上问问，那里人多，见识也广，什么新奇的事情啊，都在集市。那里车多吗？可以买到油吗？能买的，就是铁皮车开得起的人太少，油太贵了，而且这些年油越来越少，关外进不来了。哦，这里的货币是金箔，想以物换物也可以。关外东西尤其抢手，你要想买东西打听事情，就应该去大市集。市集越大，那羽林卫方式就越多。他们不仅能治安管理，还能召唤异兽，让他们种地、发电、运输，干各种苦力活。听说最繁华的黑石城，那里吃喝住行跟关外差不多。都说出关一步血流干，不能出关。那你们有谁亲眼见过那个场面？我爹娘，薯条的爹娘就是那么没的。去年一家三口还住在隔壁村里，后来从红砖城来了5个人，说是要出关，出钱找人给他们带路，结果一去就再也没有回来。村民的家属去找，在流沙雅丹附近找到7人尸骨。所以说要出关就必须要经过流沙雅丹。不知道，传闻中这出关的方法多了去了，可到了最后，也就变成千奇百怪的死法了。这种机密
只有黑石城的雨莲卫才知道。昌东，你去哪里？你若真彻底成那样，我一定要找到真相。把我的事、山茶的事都忘了吧，忘掉了，才能重新开始。孔阳，其实我特别希望当时我也死了。傻瓜，这件事情不是你的错。长东，长东，你想干什么？你在这里已经躲了3天了，你还接受不了吗2年前就接受了。那你现在是在干什么？接受不了孔阳变成这个样子？刘希，孔阳死了，不管什么原因让他变成那样，那个都不是他，的确会难受，但我不至于连这个都想不通吧？你呢？为什么不让他们跟我说话？啊？肥堂每次来送饭，都磨磨蹭蹭、支支吾吾的。明明想说什么话，可到最后什么都没说。只可能是你，不让他们跟我说话。你想干什么呀？你觉得我想干什么？你来找我，可能是想跟我说，我就是不让他们劝你，爱吃不吃。要是不想死，就自己爬起来吃。别以为我们所有人都得围着你转，等到最后我饿得只剩一口气了，再跑过来嘲讽我2句，再踹我一下。对，我就是这么想的，我就是这么想的。还有一种可能，你就是想让我静一静。
等我想明白了，你再来看看，看我值不值得被拉一把。走。去哪儿？月光悄悄，岁月某一刹，卷起淡漠，慢慢的风沙，淡漠慢慢的风沙。我是追赶奔跑的人啊，那向往后藏着一道疤，门后藏着一道疤。古老歌要给谁给留下？埋在迷雾静静的开花。我们坍塌命中的悬崖，却又期待真心的回答。这一次经过转过红了，拥抱了戈壁，没着星光。你微笑的模样，能依靠的肩膀，荆棘路上默契相望，有一起并肩往日啊，彼此围着我去撒网啊，是风里的墙，是地狱黑夜的坚强，是气象遥远的寻常。像春梦啊，越过年华醉了的挥一挥，大洋别去害怕，纸面纷杂，有我啊，有我啊，就一起乘风穿过荒凉，拥抱了戈壁，没沾星光。你微笑的模样，能依靠的肩膀，情节路上默契相望，就一起并肩往日流浪，彼此围着我去撒网啊，是风里的墙，是地狱黑夜的城墙，是气象往往的选择。回去吧。拿过来。没事儿。给我。好了，我对你的照顾就到此为止了啊！从你明天睡醒开始，不会再有任何优待。这些话不应该等我睡醒了再说吗？现在告诉我，我有负担，睡不好。好吧。行了，你再睡一会儿，我上去看看。
行吧。怎么样，想好了吗？你们是要跟我继续去市集，还是说直接出关？西姐，就凭我们几个，往回走就是流沙雅丹，那不等于送死？何况我们也不知道怎么出去，出关一步血流干。既然市集人都安全，不如先去那里打听消息。我看也是。你说我们费这么大劲来的，总不能空手回去吧？要我说，就把那市集挨个逛一个遍。关内如果真有那么多旧东西的话，找一些有收藏价值的，说不定咱们能常来呢。以新换旧，转手卖出去，铁定赚翻了。我这还有出手渠道，到时候咱几个就开着公司，啊，闷声发大财。耶！不怕沙土人了是吧？西姐，不有那么句话吗？撑死胆大的，饿死胆小的，是吧，东哥？我跟你们一块儿。来住，来住，看着呢，快吃！你没事的话，进去拿些不用的布，到时候补胎用。好。西姐，你跟昌东是不是之前就认识啊？是啊。那他之前是不是人缘挺好？好个屁呀！都不拿正眼看我。西姐，我告诉你啊，人家以前牛，那是带多国探险考察队的，钱挣海了去了。之前我认识几个老板啊，想让东哥带着去无人区转转，钱都摆跟前了，死活就不去。同行都知道，狂得很，给他起个名叫啥？沙辽，你听听这名，欠不欠揍？可是他现在不这样啊。现在是啊，整个人都变了，就山茶那事儿给闹的，跟回了炉似的。以前我见着他啊，当面我叫他东哥，回头我就骂他是。哎呀，行了，走。七姐，那个阿和想让我问问你，给他们扣那么多分儿，是要干嘛呀？哦，扣分的事儿啊。我要是没有记错的话，老千扣了39，阿和24，薯条12。